太平洋战争第8篇，尼米兹上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居然把一艘小型潜舰当作旗舰。企业号编队首次出击，空袭日军岛屿，击落零式战机，美军士气瞬间拉满。而日军航母南下印度洋，重创英军舰队，结果最后却什么都没捞到。从偷袭珍珠港那一刻开始，日军几乎完全掌控了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主动权，盟军只能一路挨打，节节后退。不过，尼米兹接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后，在哈尔西等一线将领的支持下，开始策划一场规模不大但能有效提振士气的反击行动。就在美军航母完成首次向西进攻之后，按理说日军最强的机动舰队应该立刻寻找并歼灭美军航母，但他们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直接穿越马六甲海峡进杀印度洋。日军舰队在印度洋横扫四方，对英军造成沉重打击。这场行动也被视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连战连胜所达到的巅峰时刻。1941年12月8日，第8特混舰队司令哈尔西率领企业号编队驶入珍珠港时，映入眼帘的全是仍在燃烧的战舰与残破建筑，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整个港区宛如一座刚被轰炸过的废墟。所幸日军并未发动第3波攻击，这才让第8特混舰队还能继续利用珍珠港进行停泊与加油，勉强稳住美军在太平洋的最后一点元气。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正式下令解除金梅尔的太平洋舰队司令职务，同时任命金恩上将为美国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则接掌太平洋舰队司令一职。不过真正让人意外的是，12月31日，尼米兹与金梅尔完成交接后，并没有登上象征舰队核心的企业号航母，而是在一艘名为回鱼号的潜艇上升起了属于自己的将旗。其实这并非一时兴起，早在1909年，尼米兹就曾担任美军潜水者号潜艇艇长，他大胆推动柴油动力在潜艇上的应用，为美军潜艇部队的技术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尼米兹正式接手珍珠港这个烂摊子后，很快就发现美军水面舰艇损失惨重，但部署在太平洋的潜艇部队却几乎毫发无伤，甚至有不少潜艇仍活跃在威克岛、菲律宾等第一线海域。反观美军手中能动用的航母只剩下3艘，面对日军超过10艘的航母战力，根本没有正面决战的条件，只能当作压箱底的关键筹码。在这种局面下，最先被迫主动出击日军的，反而是过去长期被高层忽视的潜艇部队。12月9日晚，美军奇遇号潜艇在南海首次对日军发动主动攻击，但让潜艇指挥官以及尼米兹本人都相当沮丧的是，尽管多次鱼雷命中目标，实际造成的战果却少得可怜。直到提纳沙号潜艇对一艘日军油轮一口气发射15枚鱼雷，结果竟然只有2枚爆炸。在带着最后1枚鱼雷返航后，美军才终于确认问题出在鱼雷引信本身存在严重缺陷。不过正是这一段实战经验，让尼米兹逐渐意识到潜艇并不适合用来配合主力舰队正面交战，真正的价值是在敌后展开破坏战，也就是专门攻击往返于日本本土与各占领区之间的运输船，切断补给线，让日本无法把占领地的资源转化成真正的战争力量。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判断极为正确。正是美军潜艇战一步步掐断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最终导致其经济体系崩溃，并走向无法回避的失败结局。既然短时间内潜艇战果始终不理想，尼米兹也下定决心改由航母编队主动出击，对一处日军控制下的岛屿发动攻击。但在作战会议上，这个想法却遭到多数军官反对，大家都担心一旦失手，恐怕连美军最后的家底都会赔进去。就在气氛陷入僵局时，哈尔西站了出来，语气强硬地表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和日军战斗到底。而巡洋舰指挥官斯普鲁恩斯少将也明确表态，全力支持尼米兹与哈尔西的判断。最终，尼米兹正式下令，由哈尔西率领的第8特混舰队增援以约克城号航母为核心的第17特混舰队，掩护陆战队在萨摩亚的登陆行动。
任务完成后，两支编队再一同向北空袭日军长期控制的吉尔伯特群岛或马绍尔群岛。1942年1月11日，完成补给的企业号航母在巡洋舰与驱逐舰的护航下缓缓驶离珍珠港。这一步也被视为美军向日本展开反击的起点。日军显然没有预料到美军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发动反攻。第8特混舰队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干扰，顺利抵达萨摩亚附近海域，并完成既定任务。此时，日本海军主力正深入东南亚作战，马绍尔群岛防御相对空虚，仅有少量战机与舰艇驻守。根据潜艇回报的侦察情报，哈尔西决定对马绍尔群岛中部的夸贾林、沃特杰以及马洛埃拉普环礁发动攻击。与此同时，第17特混舰队则负责空袭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环礁，以及马绍尔群岛南部的米利与贾卢伊特环礁。2月1日清晨，企业号陆续起飞18架 F-4F 野猫战斗机、37架 SBD 俯冲轰炸机以及18架 TBD 鱼雷机，其中每架 SBD 挂载1枚227公斤炸弹，加上2枚45.4公斤炸弹，而每架鱼雷机则改挂3枚227公斤炸弹。上午7点05分，美军机群抵达目标上空，日军仓促拉响防空警报，零式战斗机紧急起飞迎战。不过这一次，空袭节奏完全掌握在美军手中。SBD 与 TBD 对机场、仓库以及港内停泊船只投下重磅炸弹，就连野猫战斗机也先投掷小型炸弹，随后再进行低空机枪扫射。虽然陆续有零式战斗机升空拦截，但在以少打多的情况下，零战防护薄弱的缺点迅速暴露无遗。无论是 SBD 后座的 7.62 毫米机枪，还是野猫的 12.7 毫米机枪，只要命中一发，零式战机往往就当场起火，化成空中的火球。虽然整场空战美军只击落了18架日机，但却成功缓解了舰载机飞行员对零战的心理阴影，让美军飞行员第一次敢于正面迎战日本同行。就在空中激战的同时，斯普鲁恩斯指挥巡洋舰分队脱离特混舰队，对沃特杰环礁展开炮击。这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军水面舰艇首次对日军岛屿进行炮击。尽管神经紧绷的士兵一度连续发出虚假警报，但斯普鲁恩斯凭借冷静判断和个人威信，稳住部队情绪，顺利完成任务。到了中午，决定见好就收的哈尔西下令舰队全速返航珍珠港。然而就在下午1点半，5架日军96式陆攻突破野猫战斗机的拦截，向企业号投下15枚60公斤炸弹。企业号立刻高速转向规避，最终只有1枚炸弹落在舰体附近。而企业号那支堪称氪金级的损管团队迅速投入抢修，第一时间扑灭了弹片贯穿舰体引发的火势。有趣的是，在2月1日当天，由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航母组成的日军舰队，其实已经回头支援这2处群岛，但他们在附近海域绕了一圈，始终没有发现美军舰队踪影，最后干脆放弃追击，转而继续南下作战，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时间来到3月，日军海陆军高层依旧为了下一步战略方向吵得不可开交。就在这时，联合舰队前任参谋黑岛归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他的主张是让机动舰队西进印度洋，直接打击英军在西兰岛的军港。如果运气够好，甚至有机会歼灭英国海军主力，彻底消除日本在太平洋作战时的后顾之忧。这个方案最终获得海军军令部的批准。3月26日，停泊在斯塔林湾的机动舰队，除加贺号因触礁需要维修外，其余5艘参与偷袭珍珠港的主力航母全部出动，共搭载约330架舰载机。在护航舰艇的掩护下，日军舰队气势汹汹地杀入印度洋，试图复制当初在珍珠港的辉煌战果。与此同时，南潜舰队司令小泽治三郎也指挥龙香号轻型航母编队深入孟加拉湾，破坏英军的海上交通线，间接配合日军进攻缅甸的行动。此时，英国海军东方舰队已在印度洋集结，包括5艘3万吨级战列舰不屈号与可畏号，2艘主力装甲航母，以及号称世界第1艘航母的竞技神号轻型航母。然而，当舰队司令萨默维尔上将得知日军机动舰队来袭时，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却不是迎战，而是撤退。原因很简单，
2艘装甲航母的机库空间有限，只能搭载36架战斗机与45架轰炸机，而竞技神号更夸张，仅有12架双翼轰炸机，无论怎么算都不是5艘日军主力航母的对手。不过萨默威尔并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整个印度洋，他在马尔蒂夫南部找到了阿杜环礁作为东方舰队的秘密基地，接着他将舰队一分为2，由旗舰厌战号战列舰加上2艘装甲航母组成 A 编队，而由4艘复仇级战列舰加上竞技神号航母组成 B 编队。萨默威尔的作战构想是让航速较慢的 B 编队在白天吸引日军注意，为 A 编队争取夜间反击的机会。但问题是，日军的行动节奏出现延迟。到了4月3日，情报部门预估的攻击时间已经过去整整2天，仍不见日军踪影。于是萨默威尔决定让康沃尔号与多塞特郡号2艘重巡洋舰先行返回西兰南部的科伦坡港。没想到4月4日晚，一架英军水上侦察机意外发现了正在逼近的日军机动舰队。萨默威尔立刻下令2艘重巡与港内舰艇火速撤离。然而4月5日上午10点45分，36架零式战斗机、36架99式俯冲轰炸机以及53架97式鱼雷机已经出现在科伦坡港上空。英军仅有的42架战机紧急升空迎战，却付出了惨重代价。当天下午1点，日军侦察机又意外发现正高速撤离的康沃尔号与多塞特郡号。由于鱼雷机来不及更换鱼雷，南云司令官干脆下令出动53架99式俯冲轰炸机，直接发动攻击。让英日双方都没料到的是，这些投下的250公斤通用炸弹竟然足以击沉缺乏厚重水平装甲的重巡洋舰，甚至不需要鱼雷机再进行补刀。更夸张的是，日军飞行员在这一战中展现出极高的训练水准，多塞特郡号被命中31枚炸弹，康沃尔号也被命中15枚，创造了俯冲轰炸战实战中的惊人命中纪录。4月9日，日军舰载机再度出击，空袭西兰岛北部的廷可马里基地，并击沉试图向南撤退的竞技神号航母。然而就在日军肆无忌惮攻击英军舰艇之际，9架从西兰岛起飞的英军布伦海姆轻型轰炸机竟然直扑赤城号航母，而负责护航的20架零式战斗机竟然完全没有反应。当时赤城号甲板上已整齐排列着准备出击的轰炸机，场面一度像是提前上演中途岛式的灾难。可惜的是，英军飞行员训练水准明显不足，投下的炸弹全部落空，还被日军击落了4架。耐人寻味的是，小泽治三郎在仔细研究机动舰队战报后，已经察觉到日军鱼雷机在临近换弹时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但直到中途岛海战爆发前，联合舰队高层几乎没有人真正认真面对这个问题。面对日军在印度洋的疯狂进攻，英国东方舰队看起来除了不断后撤，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再退一步，甚至就要退到苏伊士运河以西。但萨默威尔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下令将舰队全面转移到东非肯尼亚港口之后，这支在作战中几乎毫发无伤的日军机动舰队却突然掉头返回太平洋，并在4月16日穿越马六甲海峡，就连龙香号编队也随之撤离孟加拉湾。此后，日军航母再也没有进入过印度洋。日军之所以选择突然撤出，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日军高层终于意识到，实力正在快速恢复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主要敌人。第二，自珍珠港偷袭以来，机动舰队已经累计航行接近8万公里，无论是舰艇保养、损失飞机的补充，还是飞行员与舰员的体力，都已逼近极限。就在机动舰队准备返回本土之际，应第4舰队司令井上成美的要求，祥鹤号与瑞鹤号2艘航母被暂时留在东南亚，参与即将展开的进攻莫尔兹比港的 MO 作战。不过，日本并未就此完全退出印度洋。同年5月，英军对维西法国控制下的马达加斯加岛发动登陆作战。为了支援维西法国守军，日本海军派出了3艘潜艇前往干扰。5月29日，一架由潜艇搭载的水上飞机突然出现在英舰停泊的迪戈苏瓦雷斯湾，在英军尚未反应过来之前便迅速脱身。当晚，2艘由日军潜艇搭载的甲标的袖珍潜艇悄然潜入迪戈苏瓦雷斯湾，并发射鱼雷。
重创英军拉米利斯号战列舰。这一战成为日军载机潜艇与袖珍潜艇少数称得上成功的战果之一。虽然对整体战局影响极为有限，却让日本高层开始迷信这类骑兵战法，而这种思路最终一步步演变成更加极端也更反人类的自杀式武器。下集预告：为了扭转战争初期的全面劣势，并迫使日军将部分兵力调回本土防御，罗斯福总统批准了一项风险极高的大胆计划，由航空母舰搭载陆军轰炸机直接空袭日本本土东京。1942年4月18日清晨，16架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6个小时后突然出现在东京上空。虽然实际战果有限，16架 B-25 几乎全数损失，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次空袭对战争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集：空袭东京。